你觉得花4万块去租房子来住会很贵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你下斡旋很容易失败？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花4万块去租房子合理吗？这是一个粉丝传给我的新闻问我怎么看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是网友买了一间总价2600万的房子，每个月要缴7万多的房贷然后楼下刚好有人出租那这个一个月租金是4万块，所以他很好奇如果房客付得起一个月4万块的房租的话，他干嘛不捏一下直接买房子就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刚好就来做影片的范例这样。我们先说前提现在的假设是这个租客不是那种挤不出头期款，身上只够花钱去租房子的，也不是那种公司有补助然后公司帮他付房租，所以他爽他就租贵一点不是这种我们就假设这个租客是他就有能力去买这间房子，他是有头期款的，那为什么在这个条件之下他还选择去租房子而不是捏一捏买下去？我个人的判断就这个人他不是白痴的话，他就是一个高手高手千真万确的高手。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租这间比买更划算所以你要知道，有时候租比买还要划算来，我们先算投报率那个网友他有讲嘛，他买那间是2600万我们就假设租的这间也是2600万那这间的房子的投报率是多少复习一下投报率的公式吧这月租金乘以12就年租金年租金去除以总价这个算法很粗，我知道还没扣税金，还没扣管理费什么的但就先这样估那租这间房子的投报率就是4万块，对不对？4万去乘以12个月去除2600万等于1.8%。1.8%。好，那我们之前就有提过，买房自产的标准是投报率要怎样？最好以现在这个时代能拉过4%，也就是说买这个物件来出租其实是不划算的对房东来说就是租客每个月帮他 cover 这个贷款的利息钱，然后房东每个月自己还要掏钱去贴一点这样还要掏多少？大概3万多来还本金。那你说这个有问题吗？我会说房东也没问题，因为利息钱已经绝大部分都被房客付掉了，所以你在还的都是本金就是房东自己的储蓄这样。最后这间房子如果你卖掉的话，它有大涨的话那还是赚很多钱只是这个物件就不是靠出租赚钱的投资报酬率这样。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投资客也会租房子我们现在回来本来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说这个租客是一个高手？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手上有钱有头期款，我又有居住需求此时我找到了这间投资报酬率只有1.8%的房子，那我会怎么做？我跟你说那我就真的会把钱拿去买投报超过4%的房子然后自己再来租这间或是我自己住的话，我就住很烂，我住学生套房我也没差。好，以现在的房市来说你要投报超过4%，大概就是中南部了就我最熟的高雄你现在硬找还是找得到。那个你不要再问我说为什么现在预售都没有4%投？拜托，预售怎么会有4%投报我们当然是去找那种老破小，就是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的那种房子，然后自己整理完了之后就有机会达到好，那中南部比较容易找到这种物件那2600万的头期我们抓2成，那已经520了520万你看我可以去自产投报有4%的房子，然后一样出租给别人，此时就形成一个局面就是我在台北自己租一间然后我在中南部持有投报4%的房子所以我每个月的房租收入大概可能会跑到反很高啦超过6万块那扣掉台北我自己的租金我还是有大量的收入那我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投资报酬率、租金的投报以及这个房子的增值。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台北的钱会搭个高铁1.5个小时就来中南部去投资的核心原因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花4万块钱去租房子合理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如果你有自住需求的话，在投报只有1.8%的情况之下，你租房而不是买房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除非
你看完之后你很有信心哦，那个1.8就1.8没有关系哦，自己贴一点，然后之后它的价差很惊人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去做哦。并且我也跟你分享了，为什么现在有些房东明明知道投报太低，那还是愿意去这样出租的原因哦，因为他把这个房子就当储蓄啊哦。那最后也跟你拆解了，如果你把钱拿去自产投报高于4%的房子哦，能够带来哪些很具体的好处？除了负担原来自己的租金以外，你那个4%投报的房子还能够带给你资产增值的红利。最后我想问你啊，你身边有其他的朋友也是在租很贵的房子吗？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如果你想知道我在自产房地产的各种看法，记得订阅加把影片分享到你的赖群组哦。A 片群组也没关系哈，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我会持续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给你。讲八卦，我也不是说一直鼓吹嘛，对不对？你们鼓吹到最后，年轻人都上车买房，谁来租我们的房子，对不对？你看我这篇是不是平衡报道哦？虽然我的影片啊是在讲冷静的分析这个投资报酬率哦，台北市已经租不如买，但是啊，一离开台北，你到中南部，就又是买不如租哦，就是买不如租。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缺头期款哦，你缺的是买台北市、新北市的头期款。而不是说买中南部的头期款，中南部哦，尤其是我现在住的这个高雄市哦，这头期款才多少？对啊，你只要有认真上班哦，没有乱花钱的话，应该都存得下来。对，这个只要有认真上班，大家都会有啊，就250万到300万的事情哦。所以接下来的时代已经变成说，会有很多人上班哦，在台北租房子，但是他在中南部自产。也不是什么接下来的时代，就我有很多观众已经跟我说，他早就是这样子做了，在看我影片之前，他就这样子做了哦。自产在中南部收租等增值，然后台北自己租房子哦，然后之后把中南部的一次清掉哦，看等个5年8年一次清掉，他就有钱回到他想要去的台北市了哦，就这样哦，因为台北市的头期款，不要说你了哦，连中央银行行长前任哦，彭淮南先生他也拿不出来啊。不然他怎么去买林口的电梯退休？对啊，这是国际笑话呢，这非常的夸张呢。央行总裁买不起台北市呢，对，所以豪宅税就跑出来了嘛，就是这样。好，所以说都是差那笔头期款哦，这才是核心原因呐哦，差那个头期款。一旦有了头期款哦，还在继续租房子啊，就很诡异。除非又是来个什么少年股神、少年币神哦。因为都是这种，他们才会一直宣扬那个租不如买哦，否则你那个看涨有到，你能买当然能买，为什么不买？因为你看到他明明知道房地产会增值哦，那除非他就是什么少年股神，他的钱哦，他不去买房子，他去用在其他地方赚钱更有效率哦。那另一种人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居住正义大侠，对不对？打死不买房子，他就说什么现在房价不合理哦，什么居住正义有没有喊哦？否则买房子几乎是台湾成年人的什么必经之路哦，必经之路就这样。好，那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像我片尾不是要推那个高雄的那个什么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嘛，那我就都跟他们配合嘛。总之你要很清楚，现在时代不一样哦。台北的钱现在是搭个1.5小时的高铁就到高雄了，台北钱下高铁只要2个小时内哦，所以。高雄真的能自产就赶快自产，因为那些台北人跟蝗虫一样，有没有？好，那接下来我也会开始讲一讲台北市的房市啦，我来平衡报道因为台北市也是我也是有做功课做了那些功课不拿出来讲也浪费那台北人的观众到高雄几乎都是说哇，高雄房子那么便宜，什么每坪30万，哇，这以前这个小时候的价格就这样然后很多人是一次买个2间3间2间3间，他们还很高兴的 po 给我po like 给我看这样搞得好像我也不会懂，我怎么越来越觉得我好像是高雄的罪人一样就排挤高雄人在地的居民对，我就是在讲你，这边炫耀你这个台北人，你不要再来搞爆高雄了。你钱那么多，你就弄你自己的台北市嘛。你妈一次抢走3间5间，那台积电好不容易都要来了让辛苦北漂的高雄学子屏东学子能够回到家乡让高雄人能够买高雄房，这比较好吧？
啊，你一个台北人，那到老了奇怪，你就做你的台北市就好了嘛，哦。那像你这种有钱的台北人哦，买台北市就好，不要来高雄乱，真的哦。像我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我一堆同事也都中南部来的啊，高雄人也是一堆啊，是怎样哦？他们都北漂啊，而且台积电让他们有机会回家乡，这美事一桩哦。你这个投报率的奴隶，你就留在你的台北市哦，就这样好。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物了哦。那建商的新建案，他要开价，他也不会采纳我的意见哦。但是我就尽量呼吁那我能做的大概也有这样特此说明啊。真的是奉劝哦，你们高雄人哦，小心啊！这个台北的钱搭了高铁，那个自产列车这样子，每个周末都要一直下来哦。能买你就要赶快买啦。真的是这样，影片看完了哦，我是买房阿元哦，我跟你讲哦，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自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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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你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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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
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让房子稳稳健健的赚钱给你花。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